这就是海怪，真够丑的。这是报道剧了！恭喜玩家获得转职卡，恭喜宿主成功觉醒特有职业超神机械师，可将任何基础物资进行重构与改造，效果随等级提升。超神机械师，这不专业对口了吗？只要有足够的材料，这下再也不用担心沉船喂海怪了。 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？基础服务已发放，耐久归零者坠海淘汰。沿途可击杀海怪获取清河，兑换生存物资。终极目标3万公里外方舟大陆。海域危险等级将随时间逐步提升，祝各位好运。开局烂木板，装备全靠掉，3万公里的路就靠这破玩意儿。帅哥，我开局就一根破木头，你的木板这么大，能不能让我上去歇一歇？帅哥，只要你肯收留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还能一起做个伴。哦，真的做什么都可以？当然，帅哥，你想让人家做什么，人家就做什么。快上来吧！蠢货，去死吧！这木板是我的了。 你敢踢老娘！该死的是你！真当我没防备呢，傻叉！不要！救我！当前存活人数持续下降中，海域危险等级1级。这种时候，身边的同类比海里的怪兽还危险。检测到低阶海怪活动，当前海域危险等级提升。就让他扒了一下，耐久就掉了5%。这破木板是纸糊的吗？不行，不能在这儿等死。 不就是逃生吗？我堂堂一个国家类精密工程师，航母都手搓过，还能被一块破木板困死在这儿？你们快看，那小子他的木筏居然在走！兄弟，带我一个，我给你净河！兄弟，你自己还在水里泡着呢，上哪儿给我弄净河去？真当我好骗是吧？总算是飘出那片混乱区域了，这儿可比刚才安全多了。又渴又饿，木板耐久还在掉。 再不弄点晶核，迟早要渴死饿死在这海上。果然，这种时候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东西。这商城里的东西还真不少，可惜全要晶核。说到底，还是得想办法猎杀海怪才行。海怪也是海里的，我用鱼竿钓海怪，这逻辑很顺顺吧？上钩了！这就是海怪。 真够丑的！这就是能换物资的晶核，这是报道剧了！恭喜玩家获得转职卡，可根据玩家自身技能随机觉醒职业。根据自身技能随机觉醒。我前是一个国家级工程师，只会手搓航母，这能觉醒出什么玩意儿来？恭喜宿主成功觉醒特有职业超神机械师，可将任何基础物资进行重构与改造，效果随等级提升。超神机械师，这不专业对口了吗？只要有足够的材料，这下再也不用担心沉船喂海怪了。这船还是太慢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要被海怪追上咬死。等等，这些破烂木板。 不就是现成的升级材料吗？满海的材料，居然全用不了。等等，我现在可是超神机械师啊！ 果然有用。朽木升级成功，当前普通木材余额87，够用了，升级。木筏成功升级为敞篷木船。这船虽然还是简陋，但比那破木筏结实多了。 所有基础物资都要晶核，我现在身上1颗都不剩了。鱼竿和匕首
都是基础工具，如果能合成到一起，自动鱼叉猎杀海怪就靠这玩意儿了。有了这玩意儿，我还怕缺晶核？一只鲨鱼才给1颗晶核，这性价比也太低了。救命啊！滚开！滚开啊！完了，这下死定了！都是一阶海怪，鱼人给5颗，比鲨鱼划算多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一阶海怪被他秒了！兄弟，这鬼地方人太少了，咱们组个队吧，互帮互助，总比单枪匹马强。什么互帮互助？这种地方跟陌生人抱团就是找死。不用了，我习惯一个人。别这么死脑筋嘛，2个人一起杀海怪，效率肯定更高。既然做不了队友，那就只能请你去死了。我发现了重大秘密，大哥，我这儿有只肥羊，他手里有能秒杀1阶海怪的鱼叉，他那艘船也是升级过的，不是普通木筏。什么？这游戏才开第1天，居然就有人弄到这么多好东西！跟上他，别让他跑了，我们马上就到。那些东西只能是我们的。当前晶核剩余127，127颗，这波肥了。兑换淡水橙10，压缩饼干20，煤炭池30，消耗晶核60颗。这海域昼夜温差太大了，要是能弄到铁片，就能做个炉子取暖了。世界频道，大哥，我有3块铁皮，能换吗？能。升级。铁皮升级为普通铁。检测到改造需求，简易火炉是否合成？合成。总算活过来了。这片海域的海怪差不多被我清干净了，得尽快换个地方才行。紧急公告：新手保护海域将在12小时后关闭，浓雾边界开始收缩，被浓雾吞没的玩家将彻底死亡，请所有幸存者立即向方舟大陆移动。妈的，这海带又腥又苦，跟嚼鞋垫似的。凭什么他在前面吃热乎的，我在这啃这破玩意儿？那小子刚换了一大堆物资，还有火炉，他刚才还在船上吃泡面呢。物资越多越好，马上就都归我们了。待会儿看我眼色行事，不能硬来，得智取。快点，别让他跑了！老大，我看见船上有吃的，还有火，还有火光。妈的，这日子过得比岸上还滋润。兄弟，我们仨一点东西没吃，能不能给点吃的？不给。那我用这个换呢？远程武器，换你5块饼干5瓶水，你血赚。还不错，可以换。
别过来，你退后，我把东西丢过去，你把弩箭丢过来。不答应就算了。行，当然行。我数3、2、1，一起扔。好，3、 2、 1。就这点手段，还想骗我？妈的，被看穿了！掏家伙！小子，识相的自己跳海里，我们还能留你条命。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吗？在这片海上，没有热武器的时候，弩箭可是最强。你确定？这怎么可能？怕什么？我们人多，一起上！杀了这小子，东西全是我们的。大佬饶命啊！我们把东西全给你，求你别杀我们。成功消耗10金盒，兑换唐师傅牛肉面和万事可乐。检测到玩家进入2阶海域，新增深渊系海怪，小概率刷新3阶海怪，请所有幸存者小心行事。这就进2阶海域了，这么快？西南方向，巨型幽灵船，我看见了，我亲眼看见了，就在西南，满船都是物资。我看到甲板上堆着武器箱子，还有淡水桶，堆得跟小山一样。坐标已发送，全体向西南集结。幽灵船上的东西够所有人活1个月。不对劲，这世上哪有天着上掉馅饼的好事？系统说过，这些东西都能改造。如果单件改造只是强化属性，那如果把几件东西合成到一起呢？给我喝！合成成功，获得连射炮台，有效射程300米，附带冰霜减速效果。特殊技能爆裂剑，可消耗金毫，发射1枚爆裂剑，射程500米，对3阶及以上 BOSS 造成真实伤害。冷却时间60秒。炮台，我手工搓了一门炮台。别上来，都别上来，里面有东西。三阶 BOSS， 跑，快跑啊！3阶 BOSS 留下来就是死，跑，快跑啊！妈的，我就说幽灵船是陷阱，全都是陷阱！兄弟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跑啊！那是3阶 BOSS， 你一个人根本打不过。那可是3阶 BOSS， 我有炮台在手，要是真能干掉他，爆出来的东西肯定不得了。那家伙，他不跑，八成是吓傻了，腿软动不了了吧？白瞎了他那艘好船。
吧。那是他搞出来的，能伤到3阶 BOSS。妈的，怎么会有那种好东西？那又怎样？现在这阶段不可能有人杀得了3阶 BOSS。等利维塔把它吃了，那东西不就没人要了？到时候我去捡回来，万一还能用，就发财了。警告：敞篷木船耐久不足20，请玩家尽快修复。伤害这么高，看他要撑不住了。可惜了，这么好的装备落在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手里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都没死。还能再生，不愧是3阶 BOSS。完了，船体耐久只剩15%，这一下根本扛不住，我太贪了。回光返照，再生把他的能量给耗光了。恭喜玩家林晨成为首位击杀3阶 BOSS 的玩家，奖励称号弑神者，全属性加10%，开通系统背包，获得传说级材料，可用于装备赋能高阶合成。400枚晶核加1块传说级深海魔核，3阶 BOSS 果然没让我白拼命。3阶 BOSS 才刚刷新就被单杀了，这才第2天啊！弑神者这称号也太狂了，要是能把他抢了，楼上你疯了吧？能单杀3阶 BOSS 的人你也敢动？船上的东西也不能浪费，这可都是我的战利品。获得驱动器之一，精铁乘30，帆布乘10，淡水乘10。驱动器加电磁炮，还有一张海域地图，这趟赚翻了。他船都快沉了，刚才耐久肯定借底。我们人多，那些东西够咱们多活半个月。富贵险中求，一起上！这木板是我的了。眼红了，那就来吧。兄弟们冲啊！抢了它！晶核平分，传说材料卖了换物资，够咱们活到方舟大陆。敢靠近我50米内的，这就是下场。我们有这么多人，怕他一个？还有谁？木船耐久只剩5%了，刚才那一炮再晚几秒，先碎的就是我的船。敞篷木船耐久修复至45%，治标不治本，这么多敌人，这点耐久根本撑不住，还是得彻底升级船体才行。传说级材料，能不能给我弄一艘无限耐久的船出来？耐久上限翻3倍。铁龙骨快船升级完毕。太好了，有这速度，就算再遇到打不过的敌人，掉头就跑，谁也追不上。自动炮台不用我手动瞄准，自己就能开火。有了这玩意儿，我的船不就是一座移动堡垒了吗？这下安全也有保障了，不用睡觉都提心吊胆了。舒坦，
这才叫生活。紧急悬赏2阶海域掠夺者团伙首领黑鲨，悬赏100金盒，换取玩家凌晨坐标。悬赏我？有人看见凌晨往东南方去了。掠夺者悬赏100金盒，100够换多少东西了？听说是奔着传说级材料去的。果然是奔着深海魔盒来的。这才第2天，就有人能拉出成建制的船队，还能这么快摸到我的位置，看样子是前锋部队，主力还没到。凌晨是吧？我是掠夺者的刀疤，黑鲨老大的副手。我们老大看上了你手里的东西，劝你省点力气，乖乖把深海魔盒交出来，免受皮肉之苦。跑是跑不掉了，正好测试新船和新炮。蠢货，不跑反送上门来，自己找死！兄弟们，弩炮准备！自动瞄准射击的炮台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才第2天。该我了。你看，趁他炮台冲撞的空档，给我贴上去！糟了，小子，敢轰沉我一艘船，你死定了！是吗？你是故意放我们上来的？你还不算太笨，我的自动炮台确实没有冷却时间。感谢你们送来的物资。你不能杀我们，我们老大黑鲨马上就到，你再厉害也打不过黑鲨。快退回去，退回船上去！你等着吧，小子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真的要彻底得罪我们掠夺者吗？我们首领黑鲨可是有3阶武器的，你放我离开，我刀疤对天发誓，以后绝不找你麻烦。好，既然你不想让我活，那大家就谁也别想活。呀！这是引兽记，方圆10里的海怪全都会发疯一样聚过来，你就等着被撕成碎片吧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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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疯子，已经晚了。还好升级了耐久，刚才要是那艘破木船，早就散成碎片了。还好有铁龙骨的5倍航速和自动炮台，要不然今晚就交代在这儿了。倒也不亏，300多枚晶核、几件武器，还有引兽技。看来以我现在的装备水平，在2阶海域已经可以横着走了。越往后走，海域等级越高，海怪只会越来越强。现在总共攒了800多枚晶核，看起来多，还得想办法搞更多晶核。利维坦报的这张地图，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，不知道上面有没有能抄的近路。宝藏点，还有岛屿，这下不愁找不到资源升级了。静默海域，未知遗迹。图标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标注，预计可获取高阶材料、武器图纸。到方舟大陆还早着，后面还有3阶海域、4阶海域。而且刚杀了刀疤，黑鲨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与其被动等着他找上门，不如先把这些宝藏挖了，把装备再升一升，拳头够硬，才不怕麻烦。凌晨，你杀我副手，毁我3艘船，我给你24个小时，把深海魔盒亲手送到我的船上，否则我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把你找出来。到时候可不是死1个2个人能了结的。黑鲨这是动真格的了，全员集结令都发了，凌晨这下几10号人，光改装船就10几艘。能单杀3阶 BOSS 的人没那么容易。你懂什么？打 BOSS 和打人2码事儿。掘地3尺，你先追得上我再说。这玩意儿引海怪还挺好使，既然你们铁了心要追，那我就顺便再刷一轮晶核。1/3的剂量引来的数量刚好，不多不少。猎杀时间到。金盒加1，金盒加1，金盒加1，加1，金盒加1。
东南方一条鱼都看不到，在那边大规模猎杀海怪，谁这么猛？弑神者凌晨呗，黑鲨已经带人朝那边去了，总算来了，不枉我搞出这么大动静，等你们很久了。快4000枚了，是该好好准备一下了。荆楚能换木炭，朽木加木炭能合成炸药，炸药加上铁皮，水下炸弹，我自己手搓鱼雷。合成成功。只要黑鲨敢追进来，够你们喝一壶的了。哈哈哈哈！凌晨，找到你了，小子，把深海魔核交出来，我留你一命，别逼我自己动手。你先追得上我再说。给我追！所有船全速追击，别让他跑了！静默海域，暗礁多，大船进不来，方便我布置鱼雷，还能顺便摸个宝箱，一举两得。老大，不能再往前了，前面就是静默海域，那地方进去的船就没几艘出来过，暗礁多，还有迷雾，导航全废。怕什么？要穿过那片礁石区才算进静默海域。到了礁石区，他那艘快船跑不起来，必须减速，到时候追上去，在那儿把他做了。老大，礁石区太窄，大船进不去，再往里开，船底就要刮穿了。放小船，所有小船都给我放下去！我就不信他一个人还能翻出什么浪来。来了就好。哼。凌晨，我要你的命！继续给我追，注意水下的东西！啊！全部停下！去，把外面的人都给我叫进来，把所有水道都给我围起来！老子今天就守在这儿，有种他就进去一辈子别出来！再往前就是静默水域，进去的人就没一个活着出来过。你要是识相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，把深海魔核双手奉上！我说话算话，放你一条生路。警告：前方为特殊区域静默海域，此区域内聊天频道关闭，信号中断，无法使用任何通讯功能。进了静默海域，你就死在里面吧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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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片海域也太安静了，连海鸟都没有。这里这么多沉船，看样子从游戏开始就没被人搜过。这些木头和铁对别人是废物，对我……看来我的职业能力在这儿一样好使，只要还能改造，就没有太大问题。能搜的都搜的差不多了，修复材料也够了。就是宝箱，地图上标的位置应该就在附近，怎么一点影子都看不到？三阶海怪。就一钳子砸掉50%耐久，这玩意儿比利维特还猛。打不动，
这夹壳是什么做的？自动炮台损坏，耐久35%，需维修。眼睛和关节，所以它的弱点在活动部位，夹壳上打不动。这玩意儿还能打远程？这一下要是打中了，我的船比那艘沉船好不到哪儿去。不能连发，打完一发需要冷却，就趁现在。修复。趁你病要你命。击杀3阶机械系海怪，深海巨鳌，获得晶核乘400。获得动力核心设计图，可升级船舶动力系统，解锁自动驾驶功能。自动驾驶，以后航行的力气都省了，还有这么多好东西。白银宝箱果然没让我白拼命。有了这些零件，我不光能升级船，连无人机都能手搓出来。获得对武装无人机叉3，可搭载微型鱼叉乘2，可投掷小型炸弹，可连接自动驾驶系统进行远程操控。目标识别中。太好了，侦察、轰炸、掩护，一架全搞定。动力系统升级方案已解锁。还真在外面等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什么东西？老大，天上无人机！无人机？哪儿来的无人机？把它给我打下来！现在该轮到我了。看，有种从见好就收，跟我面对面对一场！还敢回来？给我打！不好，快跑！说，为什么非要追我？我不信，就为了一块传说材料，你至于跟我不死不休到这个程度？你知道什么？那可是深海魔盒4阶海域的凭证。4阶海域，每阶海域的聊天频道都是独立的，我有办法监听4阶频道。深海魔盒是唯一通行证。难怪你急成这样。
等等，你说四阶海域现在有人？我们不是同一批进来的，他们可能这么快到四阶？因为真正的怪物从一开始就不在2阶。说完了。玩家凌晨击杀2阶海域掠夺者首领黑鲨，获得赏金500金盒。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黑鲨说，最早一批玩家已经进来好几年了。如果四阶海域真有人，那之后的路上，我要防的不光是海怪，还有人，得尽快把实力拉上去。金盒2300，金铁80块，帆布20匹。黑鲨的这柄3叉戟品级不低，回头可以拆了当核心零件用。可惜他那件2阶符具被无人机的自爆炸得只剩碎片了。不过有这些东西也够把全身装备升一轮了。VO 合成成功，有效射程镭射500米，可蓄力发射高能光束，对3阶及以上目标造成穿透伤害。总算不用提心吊胆了。按黑鲨的说法，我现在人虽然还在2阶海域，但手里已经有进4阶海域了的通行证。2阶先站稳脚跟再说，4阶的事，到了4阶再想。开船不用手，吃饭不用愁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穿过这片5海里的分界海域，就是3阶。看样子，在冲进去之前得好好休整一下，装备再强，疲劳驾驶也会翻车。总算能歇口气了。这几天又是海怪又是逃命的，老子眼睛都没合过。可不是嘛，再熬下去，不被海怪吃了也得活活累死。兄弟，你这船真不错，咱们组个队呗，人多力量大，轮流放哨，大伙儿都能睡个安分觉。不用，兄弟，别不识好歹，这鬼地方一个人就是找死，没人帮你放风，你连觉都不敢睡，早晚被活活累死。就是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船好就能横着走啦，让他一个人狂背，等晚上海怪摸上来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他。在海上漂了这么多天，又是血又是汗又是海水，整个人都馊了，得好好洗一洗。妈的，我们在外面冻得跟狗似的，这小子在里面舒舒服服洗热水澡。海怪，海怪来了！
么好的装备，海怪围上来连个屁都不放，肯定是吓傻了。一会儿趁乱靠过去，把他船抢了。哼，那几个蠢货要倒霉了。不过是些2阶海妖。那怎么是自动的？没人操控它自己就能打？你是林晨，你是灭了掠夺者的那个林晨。答对了，但你离我太近了，奖励你1颗花生米。哇！他竟然是林神！还好刚才没跟着动歪心思。林神，救命！我可以付报酬。什么报酬？一般的物资金盒什么的，我可不感兴趣。我有3块深海沉铁，能提升船体硬度，2阶海域根本弄不到的好东西。成交。一炮就一炮，我们所有人拼了命都打不退的3阶海怪，他一炮就秒了。东西呢？林神，这就是深海沉铁，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。深海沉铁，稀有材料，可用于船体强化，提升船体硬度30%。东西不错，我可以保你们今晚安然无恙。队长，趁他现在对咱们没防备，要不……白痴，那可是林神，单杀3阶 BOSS 跟砍瓜切菜似的。你想找死自己去，别拉上我。还好是个聪明人，不然我也不介意顺手送你们提前到达终点。升级。铁龙骨快船升级完毕，船体硬度加30%，当前耐久上限330。防御又提了1阶，耐久掉的会更慢。要是我也能在里面睡一觉就好了，哪怕就1晚。舒坦，休整完毕，是时候穿过这片分界海域，正式踏进3阶了。快醒醒！林神要出发了！分界海域里的海怪不是咱们能对付的，跟在他后面，说不定能蹭进3阶。警告：即将进入3阶分界海域，危险等级高，请确认装备状态。一上来就3只，欢迎仪式还挺隆重。分界海境里的海怪，防御力比外面高了1阶。既然你这么想要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想打群架，那就让火力来得更猛烈些吧！穿透伤害，甲壳再硬也挡不住光束从内部烧。开火！
获得金盒150，获得金盒乘120，获得金盒160。身后末日灾难正在降临。快冲过去！组建队伍本身没错，但队伍越大，需要的资源就越多。没有在2阶海域攒够资本，进分界海域就是送死。与其带一帮拖后腿的，不如一个人干净利落。最后几百米，越过那条线，就是3阶海域了。那是什么东西？警告！分界海域守护者雷云水母出现，电磁浓度超标，所有电子设备将受到干扰，建议立即绕行。这怎么绕？绕不过去就是等死。拼了！既然绕不过去，那就打过去。分界海域守护者，杀了他的奖励，应该也不会太寒酸吧？不是吧？一个水母，你防御队这么高？警告！船体耐久下降至160%。船体耐久下降至90%，眼看就要进3阶了，总不能死在这儿吧？不就是放电吗？我自己手搓一套避雷装置出来。简易避雷装置已部署。真管用！无人机也不扛电，一发电弧就没了。那是什么东西？电网放完之后才会露出来。该不会是他的弱点吧？分裂，打残了还能1分为2。船体耐久下降至30%，即将解体，请立即修复或弃船。拼了！全部家当就赌这一把。进，这是最后一波。
击杀分界海域守护者雷云水母，获得金盒 RX3000，获得传说级材料雷云核心此1。雷云核心传说级材料，可安装于无人机系统，赋予无人机雷电充能力，飞行半径限制解除，续航时间永久，获得雷电属性免疫。无限续航，雷电免疫，这波差点把命搭上，总算没白拼。无人机群已升级，解锁雷云续航，无需返回充电，可连续作战，免疫所有雷电属性伤害。快！趁现在赶紧冲过去！分界海域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，我1秒都不想多待了。终于进来了。当前存活人数6431163109，全球几十亿人，进三阶海域的只剩不到1/10。分界海域那一波刷掉了多少人？我们将为每一位成员提供庇护，实现真正的资源共享，一起活到方舟大陆。海姆黑杀手队会规模超100人，拥有3阶船体4艘，安全有保障，入队即分配独立船舱。这些发到人公告的口音和用语习惯跟最后一批进来的人不一样。看来黑鲨说的没错，这些就是之前批次进来的幸存者，他们已经在三阶海域经营很久了。我们确实是最后一批，三阶海域招人的势力比2阶多了10倍都不止。不过招人是假，剥削才是真。经历过2阶的分界海域，不会还有人相信这种。推加入，我愿意资源共享，怎么联系你们？好吧，韭菜永远都有，上赶着送。附近有个油田，如果能弄到石油、炮台和镭射炮的能源问题，就能彻底解决，不用再拿晶核当燃料烧了。就先去这里。到了，如果能弄到石油，不光是炮台的能源，以后合成燃料、升级装备都用得上。获得原油 RX100，可用于充能、合成燃料。自动炮台充能效率提升50%。之前开一炮要吞10颗晶核，现在1颗晶核或者1勺原油就够了，威力还翻了1倍。这下再也不担心弹药打光了。老大，油井这边发现一条大鱼，一个人，船是升级过的，刚采完油，身上肯定有好东西。把它解决了，我马上带人过来。小子，听见没？这片油田是我们海盗王的地盘，你私自开采我们老大的油，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你们想要什么交代？把你身上所有装备都留下，那门炮、那座炮台、船上所有的晶核和物资，然后你自己跳海游走。我们心情好就不追你，别怪我们没给你机会。放下炮，交出装备，自己跳海。三阶海域的规矩就是这样，遇到海盗王的人，认栽是唯一的活路。你们老大派你们出来办事之前，有没有教过你们一件事？动手之前，先打听清楚对方是谁。谁呀你？还能是谁？一个人一条船，还能是谁？
现在想跑，晚了。获得3阶炮、3阶定位导弹炮，可锁定500米内目标，发射追踪导弹，消耗晶核时100为发。追踪导弹，好东西。追踪系统加上镭射炮的光束穿透，说不定能把镭射炮再往上推一个等级。消耗晶铁 X50，晶核 X300，3阶定位导弹炮与氢号镭射炮熔导成功，可进行无限蓄能攻击，蓄能时间越长，威力越强，最大威力可达普通导弹10倍，单次最大消耗晶核乘100。无限蓄能，这已经不是武器了，这是审判。林晨，你敢动老子的人，今天老子要把你剁碎了喂鱼！来得正好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恭喜玩家林晨成为3阶海域首位达成灭断成就的玩家，获得称号、屠夫、奖励、武器耐久容提涨50%。我操，林神疯了吧！一炮灭一整个船队，这他妈还是玩家？以后看到这瘟神绕路走，千万别靠近！警告：能量核心过热，耐久度剩余30%。获得特殊道具空间方块，效果折叠有限空间，扩大内部体积，可用于升级船舱间。空间系道具，原来如此，难怪能装那么多人。升级。现在别说几十人，就是塞100个人也装得下。后面的海域只会越来越危险，一个人再强，也总有极限。刚才那一炮要是没打死路飞，死的就是我。一炮就能把身体抽空，再来第2炮，我连站都站不住。也许该找几个真正有价值的人组队了。警告：检测到大量海怪聚集，数量超出探测范围。糟了！没完了是吧？有岛！还是第一次在海域里碰到真正的岛屿，那些海怪居然不敢靠近。
这里也有宝箱。来都来了，怎么也得把宝箱开了再走。武器耐久修复成功，当前耐久100%。还真有，又是一个白银宝箱。上次的宝箱给了动力核心图纸，这次要是能来件像样护甲，获得4阶护甲深海鳞甲，防御加200%，耐久200。运气这么好，真就是护甲。警告！发现4阶精英海怪血色领主，建议立即逃离。4阶精英海怪，难怪外面那些3阶的不敢靠近。整座岛是他的地盘。皮这么厚，这家伙遇到的防御最高的东西。妈的，这东西还会躲！刚拿到手的护甲，一下就掉了80%耐久。警告：能源过载，武器耐久快速下降。给我开！武器耐久归零。恭喜玩家凌晨击杀4阶精英海将血色领主。血色领主4阶精英被人单杀了，最后一批玩家里居然能出这种人，这样的人必须招揽到手。会长，我打听过了，这个凌晨是最后一批进来的，独来独往，谁的面子都不给。之前在2阶海域，掠夺者追了他几百海里，最后整个掠夺者连人带船被他一个人灭了。这种人恐怕不会愿意加入任何势力。独狼有2种，一种是不合群的废物，另一种是不屑于跟废物为伍的强者。能单杀4阶精英的，只能是后一种。向他发出邀请，条件不用设上限，就告诉他，我青椒会给他一个值得加入的理由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血色领主死了，那只4阶精英守护着一件4阶护甲。我派人去侦查过2次，都没敢动手，被一个人单杀了。4阶护甲能挡1次致命伤害，在这片海域多一件4阶护甲就等于多一条命，这东西不能让别人拿到。传令下去，所有人全力搜索凌晨的坐标，沿途继续搜寻其他职业者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是。混了6个小时，还好是在这座岛上，外面那些海怪不敢进来。装备是越换越好了，但身体还是普通人的水平。刚才那一炮过载，换个体能好一点的，不至于打完就趴下。有没有能提升身体素质的东西？高价求购。我需要提升身体强度的食物。
这不就是铁板鱿鱼？这东西真能提升身体素质。不管了，50金核呢，先吃了再说。味道还真不错。检测到特殊深海能量摄入，身体适应性强化开始。身体素质永久提升。居然真的有效，而且不是临时增益，是永久属性加成。下线了，刚交易完就不见了，是怕被人追踪，还是刚好断线？修复高导炮2000金核加精铁，升级鳞甲要3000金核加片血色鳞片，这还无人机和炮台5000金核打底，6800多。还好从2阶一路攒下来的家底够厚，要是换个普通玩家，光修装备就能把自己修破产。蓄能炮修复中，消耗精铁20，金核铡2000 100%。修复完成，鳞甲升级成功，升级为血色鳞甲，防御300%，耐久300。怎么还没上线？是被毒蝎的人追得太紧，不敢上线，还是出了别的事？算了，随缘吧。难得有个没有海怪的地方，先好好休息一晚。救救我！我被毒蝎的人盯上了，他们追了我一整晚，我甩不掉他们。我所有食都给你，以后你需要的所有属性食物我都免费供应，只要你救我出去。是卖我鱿鱼那个，成交。这是我当前的坐标，他们有好几艘船，我最多带上半个小时。目标距离20海里。20海里，在3阶海域跟隔壁没区别。顶级辅助，整片海域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第二个，绝对不能让他落到毒蝎手里。之前只在公屏上看过他们的招人公告，没想到真人比公告还嚣张。3艘护卫舰，几十艘小艇，为了追一个人，出动这么多船。找到你了，铁姑娘在带刀，这姑娘有点意思。3艘护卫舰火力太密，硬冲就是活步子。先把外围眼睛拔了。什么人？这里是毒蝎帮的地盘，未经许可靠近的船只一律击沉。就是现在！你就是昨天买我鱿鱼的那个人。先跟我走。凌晨，我正找你呢，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。找我干嘛？请我吃饭？你实力不错，不如加入我的帮会，顺便那件4阶护甲和深海魔盒一起交给我，我可以考虑给你一个副帮主的位置。你人长得挺丑，想的倒是挺……敢说老娘丑？你先追到我再说。给我拦下他们！谢谢，我以为我要死在那儿了。那口铁锅挡了10几根弩箭，再挡一轮锅底就该穿了。毒蝎为什么追你？出动3艘护卫舰、几十艘小艇追一个人，这不像是普通的抢劫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食神职业，可以做出各种带属性加成的食物，力量、耐力、恢复速度，甚至还有临时抗毒和夜视效果的。什么？毒蝎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的能力，派人盯了我好几天。他说要么加入毒蝎帮，要么就去喂海怪。我趁他们换班的时候跑了，然后就被追了一整夜。食神，难怪，一个能永久提升属性的辅助，整片海域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第二个。换我是毒蝎，我也追你。这个，你能做吗？这是4阶精英的心脏，血色领主的。用它做出来的食物，效果至少是那只鱿鱼的10倍。10倍？那岂不是能直接往上跳一个大台阶？现在能做吗？领主级别的食材，在交易频道上从来都是有价无市。我在3阶海域待了这么久，只听说过没见过。
没事儿，有我挡着，你只管做饭，别的不用管。好，便是陆东，到下降准狠。煎烤领主心脏，趁热吃。使用炭烤领主心脏，身体素质大幅提升，力量加30%，耐力加30%，体力恢复速度50%，身体比之前强了10倍不止。之前开一发高导炮过资，打完直接就趴地上了。现在这阵量，一只手端着开炮都不至于被后坐力震飞。再来一发过载，至少还能站得住。跑，你以为跑得掉？老娘的毒弩，别说木船、铁船，就是4阶装甲舰，挨一箭也得露个底朝天。船体被腐蚀性武器击中，耐久度持续下降，钢钳耐久72%、68%、64%。这东西不光腐蚀木头铁皮，连皮肤都能伤。史诗级毒师，毒蝎的转职方向不是战斗型，是专门克制装备的。林哥，毒蝎是3阶海域出了名的装备杀手，之前有人的船被他射了毒箭，整艘船都被腐成烂木头。我的船也是这么被一点点打烂的。要不你把我丢下去吧，他抓到我就不会追你了。闭嘴！我既然把你从木船上拽下来，就不会再把你丢回去。毒箭能伤装备，不是还有我吗？靠，还有帮手！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今天是什么黄历？凌晨，我知道你现在后面有毒蝎在追，前面又撞上我，一定觉得今天运气不太好，但我不是来堵你的。加入我青椒会，你后面那个麻烦我帮你挡，我可以保你平安。青椒会又一个来招揽我的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一个追着抓，一个追着请。你能帮我把毒蝎灭了吗？毒蝎的职业是史诗级毒师，他的毒能克制绝大多数船体和装备。正面对上，我的船队也会有不小损失。他还说啥？让开！凌晨，你一个人斗不过毒蝎的，我有3艘4阶战船加入我，至少可以保你周全。毒蝎的毒不是靠单挑能解决的。没打过，怎么知道斗不过？有骨气，可惜太傻了。3阶往后的海域能活下来的都是转职者，而且几乎都加入了势力。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有上限，除了传说级的超神机械师，没有任何职业可以独自在4阶以上海域存活。超神机械师吗？老大，要把他拦下来吗？他现在前后都是敌人，我们把他一堵，他跑不掉的。不必，他会回来求我们的。这片海域没有人能独自活到最后。喜欢追是吧？那就来吧！还有船体护盾，我的天，这种级别的护盾我只在交易频道听说过，需要一整个能量核心驱动。毒蝎竟然在自己的船装了一套，普通攻击根本打不穿。最近声名鹊起的弑神者也不过如此，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，连老娘的护盾都打不穿，还敢大言不惭说让我追到再说。要是把蓄能装置拆下来装到自动炮台上，自动瞄准，自动蓄能，威力叠加，那不就是一座无人操控的重型炮台？我不用出去站桩，躲在船舱里就能开火。合成成功，获得4阶自动锁敌蓄能炮台，可自动瞄准敌方目标并进行蓄能攻击，蓄能时间越长威力越大，最大蓄能威力等同4阶高导炮标准射击，单次蓄能消耗经合成50。他疯了，一个人对着整个舰队冲锋。他这是自己找死。再强也只是一艘船，对面是20多艘全副武装的军舰。怎么，终于想通了？要来投降？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把深海魔盒和4阶铠甲双手奉上。老娘心情好，还能让你在甲板掌上打杂，不丢你下。船上的未来炮台开始充能瞄准。
我投降你大爷！不知死活！船体耐久下降30%、25%、20%、15%。完成锁定蓄能炮台。你的护盾也就那样。击杀3阶势力首领毒蝎，获得赏金1000金盒。老大死了！快跑！快跑！这东西不是人！一个人就灭掉了整个毒蝎帮，那可是毒蝎帮3阶海域3大势力之一。老大，他刚打完，炮台冒烟，船体耐久肯定见底了，正是最虚弱的时候。咱们3艘4阶战船一起上，未必拿不下。林哥，你太厉害了，我们真的活下来了！毒蝎帮一整支舰队全被你打烂了。我收回之前的话，你不是傻，你是真的猛。一个人正面冲垮毒蝎帮，3阶海域从第一天到现在，从没人做到。不过，那个美食家对你来说可能是个累赘。你现在得罪了毒蝎帮残部，往后每一海里都可能有人找你寻仇。带着一个辅助职业，你自己也束手束脚，不如交给我，我给你10倍资源，精铁、精活、4阶图纸，什么都可以谈。笑话，一个能做永久属性食物的神级辅助，在你嘴里叫累赘。把东西交出来！林星罗，你这种职业就该被养着。小刀不是物品，他是我的队员，不卖。林哥，你真的愿意收留我吗？不是把我当工具，不是把我当谈判筹码，是当队友的那种收留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现场给你造一艘船，材料够，10几分钟就能拼出来。你想到哪里去，我送你出这片海域。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食神小刀，以后一定全力帮你做食物，你负责打人，我负责喂饱你。好吧，恭喜你捡到了个宝，我们很快还会再见的。3阶海域说小不小，说大也不大。4阶入口开启的时候，所有势力都会到。真是个怪人，先是追着要招揽我，被拒绝了也不生气，还给我鼓掌。是时候收取战利品了。毒蝎帮3阶海域3大势力之一，船上的好东西应该不少。林哥，这是4阶海王油的触须，这是冰晶海藻，这还有荧光虾，这些东西够我做铁分属性食物了。海藻可以做抗毒和夜视效果，荧光虾磨成粉还能做水下呼吸药剂。这就是船体护盾发生器。毒蝎在它上面花了不少心思，出发前还在心疼那5000金盒，现在直接翻了3倍，趁热打铁。防腐蚀、防精神干扰，以后再碰到就有底气了。
四阶海域入口将在72小时后开启，未持有深海模糊者无法进入四阶海域，3阶海域边界将开始收缩。什么？没有深海模糊进不了4阶？深海模糊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那是 BOSS 掉落物，普通人根本拿不到。5000金卡收深海模糊，1万金卡，谁卖我什么都行。4阶海域的入口72小时后就要开了，进4阶之后海怪只会更难打。趁现在还有时间，把这些食材全做了，能加多少属性就加多少属性，做好准备。食神小刀收到。清蒸4阶鱼肉，烤活力草，红烧海怪干，深海鱼汤，请船长品鉴。开动。清蒸4阶鱼肉，耐力加5，力量加5%，食用烤活力草，体力恢复速度加10%，食用红烧海怪干，感知加10%，食用深海鱼汤，身体强度永久提升加8%。这一顿饭顶得上我之前打10个 BOSS 的属性总和，力量、耐力、感知、恢复速度全面往上提了一截。以前打一个4阶精英差点把命搭上，现在这身属性再碰上血色领主那个级别的海怪，不会那么狼狈了。4阶海域里的海怪肉只会比3阶的更好，到时候我天天给你加属性。林晨，别紧张，我们没有恶意。这位是金虎会的首领虎爷，这位是飞鹰盟的盟主林音。我们3个来这里不是为了找你的麻烦。3阶海域3大势力的首领同时出面，是为了一件关乎所有人的事。有话直说。3艘4阶战船堵在我门口，不会只是为了寒暄几句。你们是最后一批进入游戏的玩家。你们可能还不知道，每一批玩家进入之后，之前的海域会不断收缩。海域收缩到尽头的时候，所有被困在收缩区域内的人都会死。现在3阶海域的边界已经在收缩了，如果不能在72小时内进入4阶海域，我们所有人都得困死在这里。而想要进入4阶海域，必须穿过深渊峡谷，这是连接3阶海域和4阶海域的唯一通道。但深渊峡谷里有一只5阶海怪守着，我们3个势力各自都派人去侦查过，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。5阶海怪，5阶海怪，深渊凝视者。第一次12艘船，第2次8艘，第3次我自己折了5艘4阶战船。老子第一次带队冲锋的时候，离他还有300米，整艘船的人突然就脑子倒下了，船没人直接撞上礁石。等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泡在海里了，身边飘着兄弟们的尸体。你们3家联手打了3次都没打过，凭什么觉得加上我就能赢？就因为我有一门炮，为你的炮台射程。我们之前3次失败，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武器根本够不到它。但你不一样，你这门炮从2阶一路升级到现在，射程早就超过300米了。我可以答应，但我能有什么好处？不进4阶海域，大家都得死，你还要什么好处？虎爷，别这样，他一个人从2阶杀到3阶，从没靠过任何人，他有资格谈条件。战利品按贡献分配，另外我们3家每家出1000金盒，外加1份珍稀材料作为你的酬劳。不管这一仗是赢是输，东西先付，成交。不过我先把话说清楚，我只负责远程输出，不指挥，不冲锋，不当炮灰，站位我自己挑，撤退我自己判断。你们要是不放心，现在可以反悔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既然要配合，彼此的家底得先摊开。
我的职业是狂战士，近战爆发型，能短时间提升攻击力和速度。手下有300人，6成是战斗职业，4成是辅助和后勤。近战交给我。我是战坦，防御嘲讽型，手下260人，大部分是防御职业和近战，能给你拉仇恨、拆火力，你只管在后面开炮。情报分析师，收集情报，分析海怪弱点。手下不到200人，主要是斥头和辅助。我的能力可以扫描海怪的弱点，但需要时间和安全距离。你的职业是什么？能一个人灭了毒蝎整支舰队，应该是青椒一样的战斗职业。老子一直想问，我见过战士、法师、召唤师，还没见过能自己搓炮台的。你到底是什么？超神机械师。我早该想到的，手搓炮台，船体无限升级，一个人正面打穿毒蝎帮普通职业的工程师和剑召，就算有图纸，也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。还有我的队友，他的职业是食神，一个传说级战斗职业，一个神级辅助。看来我们找你是找对了。为了提高胜率，能不能帮我们升级装备和武器？我们手里能拿得出手的东西都在这儿。但跟你的炮台和护甲比起来，差距太大了。我也愿意，我出一套4阶重型护甲图纸，老子自己都舍不得用的东西。我出一份完整的4阶海域水文情报，包含深渊峡谷附近所有暗流和礁石的位置。这是飞鹰盟花了3个月摸出来的数据，市面上没有第2份。行，成交，把你们要升级的装备拿来。4阶破甲弩炮升级完成，威力加50%，穿透加30%；4阶狂铲斧升级完成，攻击速度40%，附带流血效果；4阶飞羽轻甲升级完成，敏捷加30%，加20%，防御耐久提升100%。4阶入口剑。该升级咱们的船了，3家势力首领送上门来的材料和武器，不用可惜。林哥，这船现在就是海上堡垒啊！我有魔盒，你确定有4阶能量核心？兄弟，我有4阶能量核心，可以提升炮台充能速度30%，还降能耗。4阶武器烧金核跟烧柴火似的，没有能量核心根本养不起。你要是愿意换，我再加2000金核，我全部家当就这么多了。射速与续航是制胜关键。成交。自动锁敌蓄能炮台升级完成，充能速度加30%，最大蓄能威力加20%，能量消耗降低30%，充能快3成，能耗降3成。就算深渊凝视者的防御比血色领州1倍，也扛不住连续蓄能打击。4阶海域入口即将开放，3阶海域开始收缩，收缩倒计时6小时，请所有持有深海魔盒玩家立即前往深渊峡谷入口。小刀，别洗了，4阶入口要开了，我们现在就走。那小子该不会拿了报酬不来了吧？咱们3家给的东西加起来，够他重新造一艘船了。万一他直接绕过峡谷跑别的入口，不会。想要进入4阶海域，深渊峡谷是必经之路，绕不开的。他一定会来。来了。5阶海怪深渊凝视者出现，海域将在60分钟后彻底收缩。击败海怪即可开放4阶入口，若未击败全员淘汰。退！所有人退出300米！还好，从毒蝎那里弄到的护盾发生器能挡精神攻击。这东西不光防腐蚀，连精神波都能削弱一半。毒蝎帮唯一做的好事就是把这套设备装在了自己的旗舰上。我没事。
就是脑子嗡了一下。现在，所有近战队稳住，有眩晕抵抗的往前顶，没有的退到300米外，远程攻击组。林晨，你的船长精神攻击能削弱一半，不能完全免疫。那让林一上你的船，他的能力需要安全距离和稳定环境才能发挥，在你船上没有精神干扰，他能比平时快3倍分析出海怪的弱点。上来。谢谢，你的护盾确实管用。找到了，它的弱点在瞳孔正中心，但在正常情况下，瞳孔是半闭着的，有一层透明眼睑保护，打不穿。只有在它释放攻击光束的瞬间，瞳孔才会完全张开，眼睑收缩。我们只有那不到2秒的时间。确认弱点，瞳孔完全张开，时间约2秒。在释放光束之前，会有紫色电弧聚集的预兆。我们只有那一瞬间的攻击窗口，2秒之内必须命中，否则他重新闭上眼睛，所有攻击都会白费。只要能让他攻击的时候无法移动，固定在一个位置，我就能一击毙命。但机会只有2秒，差一眨眼都不行。可是他有精神干扰，咱们的人连靠近都做不到，更别提在他释放光束的时候把他定住。我们拿什么牵制？这是领主脑做的烤薄片，我用了血色领主剩下的脑组织，加上冰晶海藻和荧光虾粉。我刚研究出来的配方还没病名，但它能管用。炭烤领主脑，食用后精神抗性加50%，可阻挡一次致命精神攻击。脑袋里的嗡嗡声停了！我要亲手宰了这畜生！牵制交给我。林晨，你只管蓄能，2秒的窗口，我只给你争取那2秒。能遇到你们，我很幸运。从第一天进入这片海，到3阶海域建起青交会，再到今天，能活到现在，值了。青椒，你要干什么？畜生！我要你为我牺牲的兄弟们偿命！接下来这一斧会很帅。青椒，就是现在！恭喜玩家林晨称说首位5阶海怪的玩家，奖励金河传奇材料深渊之眼11，神秘设计图纸11。你教他是为了我们。他是个英雄，从第一天到现在，这片海域里最不缺的就是互相捅刀子的人，最缺的就是这种敢在5阶海怪面前正面冲锋的英雄。快走！海域要收缩了，青椒拼了命给我们打开的路，不能让他白死。走，进4阶。欢迎来到4阶海域，当前存活人数7845332。我们进来了。3阶海域收缩的时候，我在船尾看了一眼，那些没磨合的船被迷雾追上之后，一艘都没再出来，90%以上的人全困死在里面了。我的舰队也全军覆没了。飞鹰盟180多人，最后冲过光门的只剩我一个人。你跟我们一起，以后我们就是队友了。谢谢。这也太安静了吧！1阶的时候鲨鱼追着咬
2阶到处是鱼人和触手，3阶一上来就被利维坦堵门，这儿怎么跟度假似的？越安静越不正常。海怪不会凭空消失，只可能是有什么东西让他们不敢出来。这他妈是人造的城市，在这种鬼地方，能把城建到这个规模，第一批玩家进来恐怕不是几个月，是几年甚至更久。入城费每人1000金克，先交后进。1000？你这城门比我打过的3阶海怪还贵。我刚扫到的情报，这座岛叫布吉岛，是4阶海域目前已知的唯一安全区。城市叫中央城，由一个代号将军的人建立。他的职业是建造师，和你的机械师属于同一个大类，但品级低级的。不过即使这样，能单人建起这座城，他在4阶海域经营的时间，恐怕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长。建造教师，难怪普通幸存者连一艘船都未必保得住，他能在这儿造一座城。走吧，进城休整，装备要修，人也该好好歇一晚上了。这里简直像回到了灾难之前，有电、有灯、有商店，我都快忘了走在平地上是什么感觉了。老子做梦都没想到，在海里漂了那么久，还能看到不打仗的地方。这街道比老子当年在陆地上住的小镇还整齐。建造师能把一座城建到这种规模，已经很厉害了。不过，如果是你的话，肯定能造出比这更宏伟的东西。超神机械师和建造师差的不是级别，是维度。我可没有统治别人的野心，造一座城，管几千号人，每天处理不完的纠纷，还是开着船自由。要是没有海域收缩这回事，在这里一直生活下去也不错啊，有吃有喝的，还能逛街。有点不对劲。将军有请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在这里动手，你走不出布吉岛。整座城的防御系统都连着将军的控制台，你一开炮，周围3条街的火力点会同时锁定你，你的护盾扛不住。带路。你们在这里等我，不会有事的。凌晨，我等你很久。坐。你认识我？一个人从1阶杀到4阶，灭掠夺者，杀血色领主。刚进4阶就把5阶深渊凝视者给打下来了，想不认识你也挺难的。你的名字在系统公告上弹出来的频率比全服广播还高。直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你知道超神机械师是什么职业吗？不是稀有，不是史诗，是传说。所有进入这片海域的幸存者里，觉醒这个职业的人不超过5个，而能活到现在发展到你这一步的，万中无一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建教师的能力让我可以读取部分系统的底层数据。这场游戏的最终目的，从一开始就不是让我们自相残杀，是为了挑选人类里最强的那一个，来延续文明。5阶海域的终点，方舟大陆。这个名字骗了所有人，它不是大陆，它是一艘非洲，一艘能带我们离开这片死亡海域的巨型非洲。启动它需要5张驱动核心设计，打造一个完整的启动核心。而在这片海域里，只有超神机械师有能力建造航空母舰级别以上的船体，以及这个核心。非洲，我已经收集了3张设计。第4张在4阶海涌的机械坟墓里，那是一片沉船废墟，里面沉睡着一台5阶机械守卫。我派了3次队伍进去，全军覆没。我一个人进去过，差点没能活着出来。那里的防御系统专门克个建造师的能力，我的所有机械道物进去就给他接管。我会出资源，全部资源，帮你把武器升级到5阶，然后我们一起去机械坟墓拿下第4张。等5张土集齐，你来打造启动核心，启动非洲，带所有人离开这片海。这不是为了我，也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人类文明能延续下去。行，我答应你。我果然没看错人。明天一早，我让人把资源送到你船上，你先回去好好休息。林哥，
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为难你吧？他的话可信吗？什么延续人类文明，听起来太像画大饼了。不可全信。他在这座城里经营了那么久，手下几千人，不可能是一个只讲奉献的人。但有一件事他没说错，我们需要去到终点，也需要他的资源来升级装备，各取所需而已。合作可以，但要留后手。我的情报网络在这里，虽然不如三阶海域好用，但也够用了。深渊凝视者爆出的那张设计图，大概率就是5张图之一。这是我最大的底牌。将军出资源，我出能力，但他不知道我已经有了一张。好好休息，明天资源到位就开始升级装备。机械坟墓，我们去定了。5阶武器升级完成，灭世炮已安装，充能时间缩短至15秒，最大蓄能威力可对5阶目标造成穿透伤害。无人机群升级至第4代，挂载微型导弹 Chex-16。灭世主炮终于完成了。机械坟墓的坐标已经发过来了，在布吉岛东北方向80海里，是一整片沉船废墟，比静默海洋那片沉船牧场大得多，里面什么年代的船都有。最早的残骸可以追溯到第一批玩家进入的时期。侦察无人机拍到入口是一扇金属门，嵌在废墟最深处的海床上，周围有能量反应，等级至少5阶。80海里，龙骨舰全速过去，用不了1个小时。出发。准备好了。当然，多谢你的资源。5阶机械守卫湮灭者，装甲厚度 SSS 级，搭载全方位火力系统，弱点未知。开火！这东西装甲太厚，普通攻击打上去连漆都蹭不掉。用这个，专门为他准备的。这是软化炸弹，专门腐蚀 SSS 级装甲。持续时间只有10秒，10秒之内必须打进去。方舟计划的关键就在这里。超神机械师，谢谢你的帮助了。第4章加上我之前的3章，4章了。深渊凝视者身上报的那张神秘设计图纸就在你身上吧？系统公告全幅广播，我想看不到都难。方舟大陆确实需要5张图纸合成的核心才能启动，这个情报我没有骗你。但你猜错了一件事，谁说一定要超神机械师才能打造启动核心？只要有足够数量的工程师和建造师一起对着图纸干，一样能拼出来。效率低一点，时间长一点。卑鄙！说好的合作，你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们。谁不还想彻底长自己的生死？我只是做了所有聪明人都会做的选择，利用一切能利用的，除掉所有能威胁到我的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是唯一的超神机械师，你一个人能顶100个建造师。只要你还活着，就永远有人可以选择追随你，而不是我。只有你死了，才没有人能威胁到我的位置。到时候启动核心在我手里，方舟也在我手里，我就是所有幸存者的王。这下不需要我动手操作，这东西也能发挥全部战力了。飞在我头顶上，就等同于我亲自握着炮管。我抓住他，
所有人开火！干扰器发射！全舰队开火，别让他们出机械坟墓！走！好，整个4阶海云都是我的地盘，布吉岛、中央城每一条航线都是我的人，你跑不掉的。全舰队，给我追！从机械坟墓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给我把他拦下来！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留下我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他提前布了雷，你们就往上踩。老大，他太灵活了，蛇形走位加上礁石区掩护，我们的预判弹道全部落空。用软化炸弹直接打他船身，别追人。耐久度剩余30%，瞄准，让他尝尝什么叫火力碾压。开火！船体耐久下降至40%。林哥，怎么办？船快撑不住了！能不能想办法破坏他主舰的护盾，不把他那层龟壳撬开，我们打到弹尽粮尽也伤不到他。找到了，将军主舰的护盾发生器不在船上，在船底水下部分。他把发生器外挂在龙骨正下方，用船体当掩体，从上面根本打不到。但水下有至少2艘护卫潜艇24小时巡逻，而且这片海域的水下全是海怪。我们之前侦查的时候，就差点被一群4阶巨鲨围住。湮灭者的残骸竟然能合成5阶机械战兽，这东西的系统识别是活的，不是废铁，它还能再拼起来。合成成功，获得5阶机械战兽玄武，搭载双联速射炮，水下推进系统，最大下潜深度200米。我下水破坏护盾，你们在礁石区等我信号。小心。报告，水下有不明目标靠近，不是海怪，是一人一机，正朝护盾发动器方向移动。小弟，林哥，不自量力，一个人下水去炸我的护盾，炸完自己还能活着出来。林哥，太好了，你没死。没事了。不可能，一个人怎么可能从水下突破我的潜艇和潜水队？小刀，操控炮台，林荫，盯住他们主舰的火力部署。你真以为炸掉护盾就赢了？那4
门胖骑射，就算我们的护盾完好也扛不住。灭世口炮耐久归零了，修复选项是灰的。怎么可能？送来的材料有问题。现在才知道，晚了。那些能量核心里面灌了腐蚀剂，平时正常工作，一过载就会从内部烧坏回路。你的灭世火炮现在已经是一根废铁管了。你们开船先走，我挡住他们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走，这是命令。没有船体护盾，没有队友掩护，还敢一个人冲过来？开炮！给我重新组装！灭世鼓炮加玄武融合成功，消耗金铁500，金核15000。5阶机械战兽玄武升级完成，解锁技能雷暴吐息，玄武守护。接下来攻守一行了，雷暴突袭！凌晨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凌晨，下次见面，我一定亲手杀了你！老大，还追吗？我们损失了7艘船，主舰沉了，护盾发生器也没了。追什么追？他现在有那乌龟，追上去再挨一发吐息，回去休整。他们的最终目标也是5阶海域的方舟大陆，迟早还会再见面。全速返航！林哥，你吓死我了！一个人去挡4门5阶主炮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没事，将军那点手段还杀不了我。将军掌控着整座中央城，4阶海域70%以上的资源点都在他手里。城里的交易所、武器店、情报所全是他的产业。更关键的是，大多数幸存者都更偏向于他，毕竟他提供安全区、提供补给、提供秩序。我们想打败他，靠正面硬碰几乎不可能。他手里人多、船多、资源多，我们只有3个人，不就是资源吗？你们看这个，这是原海域宝藏图，2阶、3阶、4阶的所有宝藏点全部标注在上面了。这东西的价值不亚于一整支舰队。没错，有了它，我们不需要去抢将军的资源点，也能收集到不比他差的资源。他知道的4阶海域宝藏，只是这张图上的一小部分。林哥，你身上到底还藏了多少好东西没告诉我们？获得科技碎片。这片水雾区的情报网里被标注为禁军，他派过3次侦察队进去，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。按宝藏土地划分，红色宝箱是最顶级，里面的东西至少是传说级。传说级，要是我们拿到了，是不是就不用再派将军了？那就去看看，能被称为禁区，要么有最强的守卫，要么有最好的东西，这2件事通常是一回事。警告！终极 BOSS 深渊蛟龙出现，击败 BOSS 后24小时，5阶海域将开启。警告！终极 BOSS 深渊蛟龙出现，击败 BOSS 后24小时，5阶海域将开启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终极 BOSS 神级装备只能是老子的！全舰队出发！柠檬，能不能分析出弱点？他的弱
弱点在腹部逆鳞下方，那一块鳞片的颜色和其他鳞片不一样，是倒着生的，但那里有雷电护体。它周围的电场强度高到能把任何靠近的非绝缘体烤成焦炭，正面攻击根本打不进去。这防御力，普通蓄能打上去连印子都没有。有大量舰队正从东南方向高速接近，船型特征和能量信号全部匹配，是将军来了。来得正好，省得我去找他。前面是蛟龙，后面是将军，我们被夹在中间了。未必。凌晨，没想到你也在这儿，省得我去找你了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想杀我？先问问我后面这位大哥答不答应？凌晨，你疯了吗？给我起火把他拦下来，别让他把蛟龙引过来。停火！都给我停火！别打 BOSS！ 人不跟行，不接电磁炮，瞄准腹部逆鳞，把他给我打下来！老大，损失过半了，旗舰护盾归零，左舷被撕开了一道10米长的口子，不能退。杀了蛟龙，拿到神级装备，这点损失全都能补回来。趁他们狗咬狗，分析蛟龙和宝箱的位置关系。找到了，宝箱就在蛟龙巢穴的正下方，但被一层雷电屏障包裹。屏障的能量来源就是蛟龙本身，只有蛟龙死亡或者陷入沉睡，屏障才会解除。想拿宝箱，必须先把蛟龙放走，或者趁他离开巢穴的时候潜入。也就是说，必须有人正面拖住他，我才有机会潜入水下。理论上是这样，但水下全是高压雷电，蛟龙巢穴周围的电场强度能把任何靠近的金属物体烤成焦炭。小刀，再给我一份临时提升雷电感抗性的食物。上次的烤灵猪脑还有没有？有，用能量果实做的，我还没命名，但能临时拉高雷电抗胜性，效果3分钟。3分钟够了，你们开船推到安全距离。如果我3分钟没上来，你们就跑。林哥。一下掉15%，3分钟最多扛12下，得抓紧。他在偷宝箱，追！所有能下潜的船都给我追！就是现在。
神奇武器雷神之锤，激活开机加400%，附带雷电麻痹效果，可投掷攻击，命中后自动召回。小刀，你们再退远点儿！接下来这一场，不是你们能插手的。好机会！扛住！林晨，那是我的猎物，你休想！你疯了吗？现在搞内讧，我们全都得死在这儿！恭喜玩家凌晨击杀终极 BOSS 深渊蛟龙，获得金盒10万、神级材料蛟龙魂盒、传说装备蛟龙逆鳞。快走！将军还剩至少10来艘船，我们的护盾和主炮都没恢复。老大，我们清点完了，舰队损失60%以上，3艘铁甲舰沉了2艘，5阶电磁炮舰动力簇受损严重，短期内无法修复，能源储备不到战前的一半。够了，只要我活着，中央城就在；只要中央城在，我就还有翻盘的机会。林晨，他以为抢了蛟龙就能赢，5阶入口，我会让他知道谁才是这片海真正的主人。传令下去，所有能动的船只全速驶向5阶入口，我要在那里布阵，亲手了结他。获得神级盔甲龙鳞甲，防御加500%，自带雷电反伤，对雷电属性攻击减免70%伤害。获得神级武器雷神之锤，攻击加400%，附带雷电麻痹效果，可投掷攻击。获得传说材料蛟龙内丹乘1，蛟龙内丹魂盒玄武龙骨剑，给我合！能把战兽、船体和 BOSS 材料3者融合成一体，这就是超神机械师的能力吗？好了，装备升级完毕，接下来该想想怎么进5阶海域了。将军虽然舰队被打残，但他手里还有3张核心图纸，而且以他的性格，一定会在5阶入口布阵截杀我们。等等，你们看这个标记，这不是普通的宝箱图标，普通宝箱没有外面那层齿轮。根据飞鹰盟遗留数据库和将军情报网的部分记录，室外适宜废弃军事列为禁区，远处在这里高阶机械武器。禁区？那我们还是别去了。研究高阶武器的地方，正面碰我们起不会差，但如果在进入5阶之前再拿到一张底牌，胜算就完全不一样。我就说不该来，禁区就是禁区，将军那么多人都没拿下。来都来了，就不能空手走。这要塞防御越强，说明里面的东西越值钱。炮台的能量管线全在外壁上，只要把管线打断，这些炮台就是一堆废铁。把门拆了就行。检测到5阶能量核心装锁，或可由情报分析师远程破解临时通道。我远程接入了要塞部分控制系统，它的防火墙很老，大部分安全协议已经失效。我给你开一条临时通道，但系统会自动触发紧急锁定，30秒后门会自动关闭。够了，
获得5阶智能芯片，可升级无人机群，解锁协同作战模式，实现蜂群自主编队和目标分配。自毁程序已激活，倒计时60秒。走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咱们赚大了。无人机群已升级，解锁蜂群协同技能，可同时锁定20个目标，自动编队攻击，自主分配火力优先级。这也太猛了！20多架同时飞，每一架都有自己的攻击路线，居然完全不会撞到一起。这下对将军的舰队，我们的底气更足了。他有数量优势，我有协同优势。20架蜂群无人机对上他的护卫舰，哼，谁先乱还不一定。这场游戏该结束了。5阶海域入口已开启，海域将在60分钟后彻底收缩，请所有持有深海魔盒的幸存者立即进入。这里由我来主宰。凌晨，出来受死！你以为抢了蛟龙就能一走了之？今天我就在这儿堵你，要么你死，要么谁都别想进5阶。那是龙，真龙，是林神，林神骑着龙来了。一会儿打起来，麻烦你帮我照顾他们。这场架是我和将军2个人的事。好说，老子的防御阵型不是吃素的。林哥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等我解决了他，我们就一起进5阶。林晨，你终于来了！今天我要亲手了结你的神话！超神机械师又怎样？死了的超神机械师什么都不是！没想到你的身体素质居然能跟上我的速度！你的废话太多了。可惜你的势力太弱了，就这么几个人，而我把他的人给我统统拿下！蜂群协同模式已激活，目标锁定拦截敌方炮弹，火力分配完毕。弟兄们，林神一个人在前面顶着，我们就在后面干看着。为了活下去，随我一起杀！3点钟方向护卫舰优先击毁动力舱，无人机群左翼包抄，火力不要浪费。虎爷，左翼第3艘护卫舰负重即将归零，集火2轮可以打穿。幸存者连队，右翼那艘电磁炮舰，它的充能周期是20秒，充能期间侧舷火力覆盖为0。你什么时候还有了这样的自主化装备？你以为我这几天在度假？老大，无人机干扰太密集，我们的炮台锁定系统全部被干扰了。外面那些幸存者的反击越来越猛了，外围护卫舰撑不了多久了。
一群废物！你以为这样就能结束吗？警告：护甲耐久快速下降，当前耐久。软化炸弹，这东西对付你的盔甲正好。最后一击，林晨死吧！你以为只有你有后手？青龙，雷霆万钧！你赢了，3张图加上你手里那张，4张了。这片海域是你的了。我只想活着，不是所有人都想主宰别人的生死。等等！怎么，你想找死？这是制造启动核心需要的全部材料，4张图纸加上这些材料，核心就能造出来。放心吧，这次没有问题。你可以用系统鉴定，每一块材料都是干净的。我承认你比我强，从1阶杀到4阶，单杀终极 BOSS， 连我倾巢而出的舰队都被你一个人打穿了。我输了，或许由你来掌控结局会比我更好。谢谢，带领他们活下去。5阶入口完全开放，海域将在30分钟后彻底收缩，请所有幸存者立即进入。起航！欢迎来到诺亚方舟，当前存活人数84698，你们是人类最后的希望。我们终于到了。核心已激活。方舟核心驱动已启动，诺亚方舟即将起飞，目的地新大陆。林哥，尝尝新配方。